Hello，大家，我来到中国啦！我现在人呢就在广州的酒店里面，所以主要呢这一集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要过来中国游玩或者公干的话，要准备的一些资料啊和攻略等等的。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一集哦。OK， 然后现在我们再讲讲就是机票的部分。这一次我来到广州呢，我订的是 AirAsia。上一轮我出国公干的时候，我是 try 了厦门航空还有上海的航空。如果是 AirAsia 的话，相对是比较方便的，就像你平时去其他地方旅游一样，因为 AirAsia 是马来西亚的网站嘛。如果要用中国的网站去订机票的话，相对程序上面会比较麻烦，因为很多时候它会要求你就是用中国当地的银行卡去付款。或者就是在填写名字那一块会比较 sensitive 一点，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困难的话，必须要用到中国航空的话，建议就是去当地的旅行社，有些旅行社就是会帮你买机票，这些就相对的比较方便。OK，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酒店这个部分。其实上一轮我过来的时候，我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不知道上哪里去订酒店。因为之前我订酒店呢，大多数都是通过 Agoda.com、Booking.com 这几个网站去订的。可是相对来说，在这几个网站，中国的旅店的那个选择比较不多。而且要注意的是，for certain 的酒店，他们是不接受外国旅客，只接受本地中国游客，所以这个要很注意一下。不过皇天不负苦心人，到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叫 Trip.com 的 ，Trip.com 就是中国版的携程，所以在这个 Trip.com 真的是超方便的。你在里面可以找到就是超多中国本地的酒店的，就是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不管是一个英文的版本，而且它可以用我们 Visa、Mastercard 来去付款的，所以他们没有限定，只要用中国的银行卡付款，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方便。Trip.com 主要是可以订 hotel， 然后也能订购就是火车票。就是 domestic 县与县之间的那个火车票，它也是可以订的，所以是超级方便的。然后讲到电话卡的话，因为在中国的话，你要申请本地的电话号码，其实是比较麻烦跟困难一些的。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先上网就去 Shopee 买的一些SIM 卡，它是叫 Data SIM 卡，就是它里面就只有 Data， 就只可以上网，可是它是没有电话号码，不能打电话的。所以我们上了 Shopee 买了这个 SIM 卡的话，它是一个香港的 SIM 卡，所以它是可以去 WhatsApp， 还可以去 Facebook、Google， 就平时我们 access 的那些网站它都可以去。因为如果你到了本地，你用他们的SIM 卡或者 WiFi 都好，这些 WhatsApp Google 甚至 Google、Facebook、Instagram 这些全部都上不到。如果是公司上面有需要到这些软件的话，建议你就是买一个 international 的那个 SIM 卡，在 Shopee 上面能够找到。我们这次的配套呢，我们就是买了一个8天的配套，然后是大约80令吉，然后每一天都有2G，所以是挺够用的其实。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用酒店的 WiFi 就你可以 access WeChat， 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用百度，这些都可以的。然后我突然间发现如何用 passport 去购买本地的电话号码了。Stay tuned to 下一集会跟你详细解说。然后在马来西亚的话呢，我们是时常用的是 Google Map 不过Google Map 在这边不太方便，就建议用一个叫做高德地图的。你可以去就是下载高德地图或者是百度地图，它就是会比 Google Map 其实更加方便，就是你要搭公交搭地铁，它都会显示得非常清楚，甚至连那个 bus fare 那些它都跟你写好了。OK， 讲到钱的部分呢，因为现在中国刚开放呢，他们现在主要还是就是 cashless 的话就是跑阿里 Pay， 然后现金的话目前是能够接受的。不过就会相对的比较不方便一些，因为如果要找零那些的话，可能很多商家就不太够零钱找你，他们都会 prefer 就是阿里 Pay 甚至 Touch and Go 其实也是逐渐越来越多商家是可以使用的。我们那时就 try 了 7-Eleven， 在 Miniso。可是Watson的话，不知道为什么Watson Touch and Go 没有办法使用，甚至有些我们上次也试过，就是用Touch and Go过的话，它现场它没有马上给你信息告诉你已经过了，变成我们刷了第2次就
double 已经 duplicate 2次了，所以会有这种麻烦。当然 Alipay 也不是完全的100%可以使用，因为我之前就 try 过，就是我要用我的 Alipay 来扫，它就出现了只能用中国的户口，他们只接受中国的户口，中国的Alipay这样子。当然如果你有支付宝的话，相对的是肯定是比较方便一些的。不过如果要 reload 支付宝的话，either 你可以叫 agent 帮你 reload， 或者是你可以叫你认识的中国朋友，就是帮你 reload 那个支付宝。因为如果你在 agent 的话，它的那个费用，那个 conversion rate 是蛮不便宜的。如果可以的话，找朋友帮你 reload， 要不然就是用 cash。在中国的话就是支付宝或者是现金。然后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是出来公干的话，你要拿那个 receipt 的话 ，receipt 我们是叫它小票你要记得叫小票。因为单据的话，它比较像是一个 invoice 的话就叫单据，这个是 for 公干的朋友。如果你要拿 receipt 的话，可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拿 receipt， 尤其是你坐地铁那些，你需要特地去跟他去到他的柜台那边跟他 request， 他才会给你一个 receipt 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话，就是在中国使用电源的话呢，大多数的酒店其实都预备了那个 USB port 啦，所以我买了一个类似这样子。我其实这个在 Miniso 买的，就是直接USB 的头，然后可以转接，这个你可以直接插在那个 port 那边。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 converter， 这个非常的便宜。因为像我们在淘宝购买东西它都会送，或者是这个就几毛钱的东西，就也是挺方便的。不过要注意一下，这边的电量其实比较小，所以我 charge 我的电话其实很久一下。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酒店。我们的酒店呢是我在 trip.com 找到的，它最近才翻新，所以在那个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很多它的资料。我是抱着试一试的那个心态过来，因为在这个广交会的这段期间，到处都爆满，而且价钱超级高。上一次我去厦门、上海的时候，平均3星级酒店最贵300多块人民币。可是这一趟下来呢，300多块人民币，你可能只能够就是找到2星级左右的酒店。我之前我买了大概400多块人民币，算是3星级酒店，就是翻新的旧酒店，可是设施都很不错。要称赞的是他们的客服真的很好，很有耐心。就是因为我会就买了一些，就上淘宝买了一些东西，所以他们都会帮我们收，然后甚至服务都很好。你上不到 WiFi 你要那个阿烟那些，他都会特地上来真的是服务超级好。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床，它的床对脊椎不是腰椎不是很好的人，它真的算很舒服，就是不会太软，你不会整个陷下去，所以是在这边睡得挺好的。所以我住的这间呢叫做奥斯特新天河宾馆走出去一下子，真的是一下子就到那个 MRT station 了，超级方便。然后楼下就是都有卖吃的跟 7-Eleven， 就不用怕饿到这样子。希望你们喜欢我这集的分享，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出去。下一集见喽，拜拜。关于 Visa 这一块，就是如果我们马来西亚要去到中国的话，我们是需要有签证的。所以签证呢，我们是能在中国的大使馆那边来去办理的。我们在马来西亚呢有几间中国大使馆，所以你可以找最靠近你的那一个。现在如果是第一次进中国的话，是需要 thumbprint， 就是要去盖手指的，是你需要去到你最靠近的那一间大使馆去盖手印，这个是属于会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因为我本身我是住在新山，所以我要特地去到 KL 去盖手印，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所以主要资讯呢，你都能在中国大使馆的网站找到了。就你需要就是填写那个 visa 的 form， 然后 passport photo， 还有 valid 的 passport。因为我们这一赛呢，我们其实是叫 agent 帮我们做的，所以速度来讲的话会快一点，当然价格也更贵一些些。所以如果自己去办理的话，你需要亲自去到那个中国大使馆那边来交这些资料，然后还有一笔数额啦，就根据最 latest 的那个。我们最 latest 那个价钱
然后目前因为中国旅游签证刚刚开放，所以预计会有很多人一窝蜂冲上去。如果要中国游玩的话，就提醒你要尽快来申请 visa， 因为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可能2星期到1个月左右这样子。然后我的话是在没有购买机票啊、酒店的情况之下去申请的 visa， 所以不过你要大概做一些功课，就是你要去哪里，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大概的位置。